我厉害吧？太厉害了。那是因为我有一特厉害的老公，然后我老公特别棒，帮我介绍了一个特好的工作。这钉子告诉你了，这小子嘴上没把门的。不是他说的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就是心里一直默默的感激着你，我就是没说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早晚会知道。哎呀，你说我老婆哈，法国巴黎，婚纱设计，1年之后你一回国，那就是国内顶尖级的、超级顶尖级的婚纱设计师。到那个时候，咱们家挣那钱就哗啦到我这儿啊。那时候我也不用再拍什么照片了，还弄什么宠物啊，我就在家一躺，我就开始吃软饭。不是想什么呢？你要干嘛？吃软饭呢？吃软饭啊？你行吗？行啊。我跟你说，吃软饭就我指东你不敢往西的啊。你打狗我不会骂街。我要吃口热的，你要给我弄凉的一点。吃。你没资格当吃软饭的，你给我挣钱去。哎呀，我老婆真棒啊。不是我这儿吧，我还是就有点，不是有点有个特别大的顾虑。怎么跟你爸、你妈还有我妈说这事儿啊？我觉得我妈那好说，我妈应该会支持我。关键是你妈，你说你妈那么着急就想抱孙子，我不给她生一孙子，我就直接出国了，一走走2年。她怎么办呢？没什么怎么办呢？直说，大大方方说，对不对？计划赶不上咱们现在这大变化，你就大大方方跟我妈说就完了。就只能直说了是吧？只能直说。直说啊。那你说。我说不合适，我说我妈都跟我急了。你说她都不好意思说你了。我不敢说，我怕你妈。不是你有什么可怕？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大大方方说呀。就我特别怵你妈，她是数学老师，我看你妈我就只能傻乐，我一句话。不是你傻乐什么？你就说，你就大大方方说，没事，我后面给你顶着呢。不行，我不敢说，你说。我没法说，我一说，我跟你说，不光我妈跟我急，我爸都跟我急。哎呀，你去给我说，真的不能说，你别怕，你怕什么？不是你说不说呀？到时候我没法说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说就是不支持我，不支持我就不爱我。我支持你，我爱你，我说去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我老公特别棒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果然，你是想气死你妈，还是让国家断供？妈没有那么严重，桃子是想怀上，主要的这个原因是我。我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，我能到非洲拍雄狮去。我从非洲1年我回来我再让桃子怀，不行吗？我不管是谁的主意，回来再生。你在走之前，你为什么不让桃子怀上啊？你愿意追求你的梦想理想，你去追求去，你去拍狮子去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得等你从非洲回来，然后再让桃子怀上？不是，那我从非洲回来，我桃子再怀上，我们俩再要孩子，那有什么不行？就晚1年嘛。果然啊，这费不了多大劲，忙里偷闲就把事儿办了。不是爸，你别跟人添乱。果然不费劲。说实话。你说。好啊，我说实话，我说这是这么回事儿啊，就是桃子他们单位，就是桃子现在在这个婚纱公司，员工有500多人，只选中桃子一个人能够到法国巴黎去学习婚纱设计，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举双手支持，所以我们俩就决定就是桃子去，晚1年要孩子，进修1年回来，我们俩立马就要。停，我听明白了。怎么样？我说的嘛，
这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学设计，在哪儿不能学呀？怎么非得到法国去学？那么风流的个地方，哎呀，能学出什么好？怎么净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呀？不，这怎么虚头巴脑了？我跟你说嘛，去那个地方学，不是说谁想去都能去的。桃子回来，我们俩立马要，也就晚2年，孩子也就晚2年啊！晚2年，你们都多大了啊？桃子，你今年都多大了啊？你再晚2年生孩子，那都34岁了。你在好的时候，生育能力最佳的时期，你不去怀孩子，你等到过了这个最佳生育期，你再来怀孕，那你说以后对这孩子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么想啊，桃子，你说这人吧这做事儿不能总考虑自己这说难听呢，这叫自私。你说你妈是不是也这么想啊？对不对？桃子，你们年轻人有想法、有追求，这我明白。要搁前几年，我肯定支持。可是现在你老大不小的了，你得抓紧时间，麻利儿的生一个，完了踏踏实实的出去，该干嘛干嘛，这多好啊！再一个呢，我和你妈为什么血奔了心的，非得让你们生一个呀？你们不了解老人的心，你们还年轻，等你们到我们这岁数，你们就明白了。还年轻什么呀？还年轻啊！他们都多大了？都35了，都人到中年了。我什么呀？我就人到中年。你不人到中年了啊？有35人到中年的。你别给我犟！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工作怎么就那么重要啊？比生孩子还重要，比听你爸妈的话还重要啊？我怎么就生你这么不孝的儿子呢？妈，您别着急，我们俩这不是跟你们商量的吗？对呀，这商量呢。你看我们俩没有做这个决定，这不跟你商量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有这么商量的吗？你们这不是明摆着下个通知给我们吗？我说果然呢，果然，我和你爸2个人，这辈子我盼星星盼月亮啊，我们就盼上能当个爷爷奶奶。我们这有什么错啊？你怎么就这么成天的折腾？你折腾什么呀你啊？不行了妈，我不折腾你了。现在我们俩马上就回家，我们就折腾孩子去，行吗？好，下月5号，你必须给我怀上。你要是不给我怀上，你就别来见我。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，你们也没有我这个妈。不是爸，我妈至于吗？你说？没，也没有必要非得按照你妈的要求卡到5号，前后差这么2、3天呢，也问题不大。什么你们折腾吧啊！老婆，我妈今天就是情绪失控，真的，别往心里去，啊。我妈这人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就是这辈子，永远一先出来那感觉是老师，然后才是妈。不瞒你，我人都教育我35年了，我爸都被我妈教育40年了，真的。我说你放心的，等过2天我妈那气儿顺下来的，对吧？我再找她谈谈，我跟她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把我妈说明白了，放心吧啊，放心啊。你妈教育的也对，哎，也许我真的老了，真的没什么资格再去追求梦想什么的了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这么说？咱们不能照本宣科，是吧？书本上说32岁就过了那个黄金生育那个年龄了，我跟你俩都瞎掰呢。人跟人的体质不一样，你看你今年32岁，对吧？你这相貌如花似玉，肌肤吹弹可破，体质外柔内刚，对吧？你实际的那个生理年龄，也就是25岁黄金阶段。我跟你说，宝贝儿，
你去巴黎这个事情，不单是你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梦想。我一定要实现我吃软饭的这伟大梦想，我要牢牢抓住，我要牢牢扣住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不是我这本来就以为我根本扣不住我那梦想了，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可是现在机会到我面前了，结果孩子也到我面前了，就这俩事就搅和到一块儿，要不来都不来，要来全来，我怎么就不能这鱼和熊掌兼得呀？我跟你说，我那必须要打一电话。喂，果实，我是你爸果然。你晚2年再出来行吗？等你妈到法国巴黎学完婚纱设计之后，你再出来行吗？行不行？好吧，爸爸，我听你的。你看咱儿子同意了。他同意了，那奶奶不同意啊。你放心，老婆有我呢。我从明天开始，我但凡腾出点功夫来，我就磨他奶奶去。我就像驴拉磨似的那么磨完他奶奶之后，啪，我把他爷爷放进去，再磨他爷爷，磨呀，我早晚能把他爷爷奶奶全都给磨平了。总之，为了能够实现让我老婆杨桃去法国巴黎学习婚纱设计的宏伟目标，我们一定要前进。与此同时，也为了能够实现杨桃她老公果然吃软饭的伟大梦想，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前进。哎，我喝口水，喝水。哎呀，辛苦啦！就交给你了。加油！哎，那个老婆，你说那个，就果实他那个爷爷奶奶，我都磨平了，他姥姥不会反对。他姥姥不会反对，因为他姥姥心疼他闺女。那明天你找他姥姥谈谈，我陪着你主说，行吗 ？So easy， 真棒！这虾酱嘛买了，就没买啊。哎，你说这记下去想着，你不就是想吃虾酱吗？那我去买去吧。不，我去，你怎么去啊？你别。哎呦，您回来吧，人家都说了，孕妇得多活动啊。我去买去，您就反正您找一地儿。我就在这等，在这等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慢点，我可不着急啊，慢点。哎呀妈呀，这记性！哎呀，大姐，几点了？我今天没带表，你问问别人，应该10点多钟吧。根好面相，算命的，您把我当成算命的了？我就是好这口，好给人看个相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一般的人我还不给看，我非得捡那个有缘分的、面相好的。您这别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人特讨厌这个，我不喜欢，我忌讳，你知道吗？谁要给我算说哪天怎么着了，我还没法活了，我行了，你该干嘛去。妹子，你听我说，刚才我打老远，我就看见您二目之间红光闪烁，我料定你们家近日必有喜事。那是，我女儿结婚了，不喜吗？怎么样？啊，也不是你说的，本来就是存在的嘛。我打老远这么一看，我顺口这么一说，说准了。我的道行怎么样？你算一次多少钱呢？别提钱多庸俗啊！别，就咱得说清楚。我跟你说，这你等看完了之后，你狮子大开口，那我可受不了。得啊，就是一点点折寿钱。什么折寿钱？头上3尺有神明。俗话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我给您看相，我泄露了天机，那老天爷他不能饶我呀，是不是？嗨，
区50块钱，小钱儿，给您看。哎呦，哎呦，妹子，好手相啊！瞧这福，瞧这福，不是，您这辈子不容易。这说的差不多，是不太容易啊。完了呢？这个，您这孙子辈的线怎么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不，哎呦，大姐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这样呢？怎么啊？说半截话啊？你这太不够意思了！赶紧，快，把话说完。怎么着了？折我的手啊！要钱是吧？不是，应该的，你拿着，别客气。你接着说。折寿了啊！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？这个，我先说说您女儿啊。您女儿是属鸡，你看，我当时就想这是属鸡，还没孩子吧？不，没呢。您得让她呀。深了去了，哎呀，深了去了！快说！我这，哎呀妈，快点！我求您快说，我孙子怎么着？快点！要说这孙子的事呢，喜忧参半。这喜呢，我就不说了，您这吉人自有天相啊，这个福压着他们呢。这忧，当然了，也有忧的破解方法，只是这深里去了呢。我不是折寿吗？我这，哎呀妈呀，大姐，我求你了，你说我这闲的吧？哎呀，我这是爸，求你了，大姐，快点，你说怎么破解它？怎么啊？那个是这样您听我的啊，您女儿啊必须今年怀孕，明年生子，要是后年生，后年生啊，必有血光之灾呀！血光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前年我就给一老太太算命，哎，不听我的呀，非要生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儿媳妇产后风啊，孩子畸形啊！你说这一家子这辈子多糟心呐！大姐，不是啊，这场馆来了，不是那个，哎，我跟你说，青啊，哎呀，什么事儿都是有缘由的，都不会无缘无故的。你说回来路上我就想哈，你说怎么什么事儿那么寸呢？你为什么就想吃虾酱呢？是吧？咱俩去买虾酱去，怎么就居然忘了呢？忘了之后吧，到楼下了。你说按理说你这大肚子，你不应该回去，可是你非要去，是吧？然后你把我留下，为什么？就是让我碰上这个大仙儿，让他给咱们指路，然后让咱们家免灾免难。明白了没有？这可能就是上天的旨意，因为咱们人好，要救咱们呢。明白了没有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你真得信呐！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跟那老太太说你儿媳妇不能是明年得是怎么着？人他不信，老太太结果生下来畸形，现在一家就一个，那不是要了咱的命啊！大姨是这样啊，首先这个信这个没边儿也没谱啊。当然了。咱们家桃子早点要孩子，这也都对，但是，哎呦，行了，你不是也说早点要孩子没错吗？桃子多大了呀？是吧？假如说后年怀再后年大后年，哎呀妈呀，那我真是绝对不行，那太大龄了，不行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就正好借这个东风，是吧？他这么说了，咱们就信了，然后咱们早抱孙子，你看这不是几全其美的事儿啊？哎呀妈呀，想想太好了，真是老天帮我呢。行了，你去给他打电话，叫他赶紧回来。果然一块儿啊，我跟他们摊牌。另外，这件事儿烂在肚子里，半个字都不能透，你知道吧？不能说咱遇上大仙儿了，咱就说是今年怀，明年生。都忙哈，但是妈今天也必须叫你们回来，这个郑重、认真、严肃的商量件大事儿，就是啊，生孩子的事儿，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了。妈，我妈是不是给您打过电话呀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不是妈，您怎么突然对这事儿这么着急呀？怎么是突然着急呀？
就是你妈一直都没太表现出来，怕给你们压力。其实妈心里一直急着呢。